飞机啊，现在是回大马的路上，开心啊！给上海之行一个定性是什么？幻觉，幻觉，梦幻，就不真实吧？哎呀，不真实。我其实对它是有不真实到真实又到不真实。怎么讲？就最早第一次回来，我们俩不是录了一个叫《上海是否让我们感到窒息》嘛？结果被很多人批评啊，还有上海同胞说侮辱了上海人的这个形象。这回回来呢，和上回我一个人回来，我觉得其实上海真的挺好，就像很多人讲，城市建设非常好，很发达，很方便，甚至于建筑变得更大更美了。所谓的不真实是在底层的。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回来是熟悉的，你感觉什么东西都没有很大的变化，或者即便有变化，也是一种让你感觉到挺舒服的变化。比如讲说打车的费用下降了，对吧？但是其实你感觉一切都变了，这个变是我自己变了，我们都变了。还有那个变了呢，是你可能知道，你的朋友家人看你的这个心态也变了。总之就是回不去了，跟1年前我是完全不一样了。这叫回不去了。然后所谓幻觉，我们正好在上海的时候，我主要看完了一部电视剧，你没看《繁花》？对，我是刻意不看的。北湖。我不看是因为我觉得，看得挺伤心的，因为它里面讲的是30年前35、6年前的上海嘛，1990年代。对，那个90年代的上海，90年代的上海，它里面描述的繁华是我经历过的。但是你现在30年后再去看那些繁花拍摄的地方，然后你再去想想繁花里面发生的故事，那照理说，如果是日子越过越好的话，应该是螺旋上升嘛。但是比较唏嘘的，东京了。对，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重新去看了一些繁花那个所触及到的一些美食街啊，非常的凋敝啊。对，阿拉伯去了。网路去了吧，密德附近。对，大量的南京路，就是南京东路所谓的中华第一街，背后的那些店铺是空关的，也没有什么人，只有一些网红的，比方说吃排骨年糕的店，有人打卡，也算作一种怀念吧。就是我们跟朋友聊起来也是那真是一个欣欣向荣，是一个万物皆可为的一个时代，因为改革开放啊。刚刚开始，然后很多资本的政策优惠也开始了，外贸、证券市场收购兼并。那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地板价，都是价格远远低于它未来可能看到的价值的。所以那里面的老板能够从一个小商贩做成大老板，做成实体，做成资本市场的上海的大鳄吧，算是。我也不要说是资本市场大鳄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92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自己下海经商，开的是一个火锅店。那个时候我爸妈一个月的收入是800块人民币吧，可能。他请我们去吃饭，去他店里面吃饭，就那个朋友的店里。对，他是那时候我记得好清楚，一斤涮羊肉就是羊肉片是128块人民币的一斤。那个跟现在价格也差不多啊，差的没有太大。然后他就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一个月的净利润，开店的净利润是人民币3万。我当时就想，哇塞，这是怎么样的钱？我爸爸妈妈2个人加起来钱，人家我爸妈挣1年，人家1个月就挣到了。就个人和时代吧，我觉得这2种最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朋友见面，我觉得一切都挺好，但很多人都会跟我反馈说，他自己的家还有周边的房产基本上都跌了，平均反馈20%到30%。有的大家都会说。还有就是租房。对吧？我爸妈家里面有一套房子，3年前出租的，然后租客退租了之后，我妈说这3年来租金没涨，然后房屋中介告诉他必须要往下降价。3年前是4800，我爸妈好像说降到了4300才租掉。对，所以我们比较感慨就是繁花不在了，梦该醒了。电视剧可能有创作的成分，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我们的观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又要讲到是一种幻觉呢？幻觉就来自说，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可以看到一些国外媒体嘛，它里面描述的一些中国经济上的困境和危机，你在我们国内的亲友们你是感受不到的，感受不到。但是你会在吃饭的时候听到他们那种非常红色的乐观，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跟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讲的，因为一讲就要吵。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在家里面是这样子的分裂，就好比人家说台湾在竞选的时候大家不会在餐桌上聊政治，我们家也不能聊。但为什么会吵啊？我理解有2层，第一个就代表真的经济不是很好，那么大家会有一种自我维护的反抗嘛，尤其是老一辈。不是，我爸妈的这个感觉是经济它是给你们这种说不好的人唱衰的，他们就是相信说我不能说不好，他很好的时候他应该会一笑就是给我弄坏的了之，他不应该就是会这么怎么讲，就是一点就炸嘛，那就代表他需要一种维护。不是，我爸爸甚至会说你应该回到你的祖国美国去。可是美国也不要我们。他们就会怀念说苏联的那个时候，他们唱那种苏联歌曲，苏联老大哥，让我们觉得是苏联教训乌克兰，就是你完全跟你的认知，你听到的国外的那些媒体报道的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是第2层啊，就是说经过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中国将近40年的发展，这个比较可惜的是什么？就现在我们身边还有我们的老一辈被蒙上了一层更深的意识形态的这抹色彩，这就使得大家讲话就不讲道理了，开始去讲这个对错，对吧？对，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身边接触的就还是像我这样的啊，如果40岁算年轻人的话，那就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觉得有个很可惜的点，就他们普遍是不翻墙的。就我问他一些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一些这个我们对外部对我们的一些看法，他都不知道，一些新闻时事也是不知道，这个比例非常高啊，高乎我的想象，80%左右。老一辈的人是觉得我们翻墙，特别是我们孩子翻墙，他们觉得是长歪了，毁了，回去吧。表面上，生活便利嘛，便利的。它的这个基础建设好吗？好的，可能比吉隆坡还要好一点。那为什么觉得幻觉啊？我在那个叶枫下面有一条也是讲繁花的，下面留言，我说就好比说是糖精，好比说阿斯巴甜，你感觉甜吗？还甜，甜度更高呢。可是呢，你知道它是假的，因为它是下面没有一层根在的，可能会随时崩塌的。就我们个体来讲，我看了我们7月份录的那一期讲窒息的，我觉得那些问题都还在啊。比方说像我们这样年龄的打小孩普遍存在，就他在教育上的无能，小孩的压力又极其巨大，是吧？这个你不是印象也特别深刻吗？是，我觉得打小孩的比例是这么高，而且是全家打，然后那种态度就是这个小孩活该，他要是不打的话以后就逆天了，造反了。对，就应该听老师的，就应该功课这个做到很晚，就应该遵循老一辈定下的道德规范，小孩不能有自我。这个让我感到是一种压抑。第二呢，就是家长，刚刚我太太也讲到一点，就是他们的想法就是你不要说是老一辈归老一辈，但他生活在一起啊，他多少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会不开心，他觉得你们怎么是这么考虑问题的。是啊，今天我们上车的时候还有点破防，我爸跟我已经很长时间不说话了，但是他看到我们，对吧，坐上去的时候，然后他就哭了嘛。其实我也很难受，我也跟他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了。我在想为什么难受，就首先是亲人之间这种亲情嘛，值得要分离的。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在担心我，觉得我那边是受苦，还有我是长歪了的。你可能是要回到自己精神，被我坑害了，有可能。对。还有，我觉得我的伤感是说，就是上海已经没有家了，搬了很多东西过来，然后还有就是跟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会去告别了，觉得回不去了。我不是那样的人了。马来西亚给到你的就不是一种虚幻的感受吗？哎呀，不就是自由吗？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就在听 YouTuber 李老师他最近做的这个叫雪花每日新闻里面，听到网友评论台湾大选的这个话，他说在中国就是给了你面包的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没有自由的话，你是怎么能够去创造面包呢？我想就是这种感受吧。在那边就是一切都是独立的，当然你的生活可能会更辛苦一点，可能会寂寞一点，但是心是自由的，然后我有选择的权利。我觉得牛妈妈有一个节目，反正题目我觉得挺好的，她觉得在马来西亚是富有的，因为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学投资嘛。那什么是财富呢？财富就是无形中的那些，是你掌控的，可以被掌控的那些东西，你花掉的那个是钱，一花就没有了。那真正的自由，我其实也在想，我们为什么选择马来西亚？我觉得是时间的自由、身体的自由、教育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其实他给到的是
这样的感受。所以那个有了自由，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精神表达和实在的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权利，那就不虚幻。还有就是我的生活现在是有想象力的，有想象力，不像以前是一眼望得到头的。你想象的是平稳的一个金饭碗，然后铁饭碗到退休结束。但是到现在我知道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我有好多可以去试的机会，错了也没有关系，大不了重来咯。我生活未来是什么样，是一个 open-ended 开环的 imaginary。对，要登机了，好吧，我们走了，马上就回来。对了，拜拜，拜拜。我的文学素养有限啊，我又想到是《肖申克的救赎》被释放的那一天了。每次回大马就有这个感觉。那差不多也是去年这时候我们登陆大马嘛，这时候的心态跟现在心态有什么差别吗？更笃定了，就是我知道大马是一个让我感到安心、安全、快乐的地方，也知道它是一个只要我想是可以回去的地方。去年我们来还是有好多的不确定性，然后反复回来，其实对上海、对这片故土也是有一种再三的确认嘛。其实中间心情还是经过各种起伏变化。